你下播了？那个下午还是你来播算了啊。你看你昨天就是你出去看纸箱的时候啊，我卖了一点，然后你回来又帮我卖了那么多，晚上加上晚上，昨天你卖了500单吗？昨天卖了300多单。哦，那刚刚呢？刚刚卖了200单，那加起来就有500多单。我本来这次过来，我的想法就是先学经验。这次我来的目的不在于要卖多少果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卖了啊？因为你想一下，总共就这么多果，红富士它已经没有了，对，收不到果了。我多卖一单，你就少卖一单，不是？我这话说错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卖一单，它就少一点苹果，少，你到时候就没有了。对，我的表达能力有时候有问题。我算一下，我昨天早上半个小时就卖了1500单了，晚上又是1000单，还有一个人拍了2单、3单的。那这样算起来，反正我后台看到待发货，我这边是2700多单，差不多快3000单了，再加上你的3000多单了，5000单果，还有1000多单。这样一算下来，确实剩的果子不多了。但是不多了就更应该你播呀，对吧？我总不能让你在这闲着吧？不是，你先听我讲。我本来这次第一，我帮我哥开车过来；第二，我帮你们打包。你要知道这个经验，如果不是亲人，不是熟人，你不会带他吧？是不是？这个经验不是钱能买到的，这个经验不是那个什么的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我很直的。这不是，这是你想的。我的初衷不是这样子。如果我光是蹦着你帮你哥开车过来，你在这里给我粘箱子打包，我不会喊你来。1000多公里，1800多公里，你看20多个小时的车，你到这里来打包，我打包在这附近的那些大哥大姐啊多得很啊，我去找他们，我为什么让你来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嫂子，你是想，因为现在有了团子嘛，3个人嘛，想就是说减轻我一点负担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怎么说呢？我虽然说脑子有时候比较迟钝啊。但是我这次真的是奔着跟你们学习经验的目的来的，而且像昨天你看，我那个当时那个精品跟优质我都分不清楚，我以为优质是精品，精品是优质。没事，人就是这样，慢慢学习，这跟我们就是从小生长这个环境有关，对吧？像大米这些你就比我懂，对不对？苹果这种东西从小跟着我一起长大的，那个时候我爷爷奶奶还自己种苹果，所以我比你懂。你的身上有我学习的东西，我的身上有你学习的东西，人就是这样子嘛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？所以嫂子的意思大老远让你过来，不是说让你来帮忙的，当然你有这个上进的心来跟着我们学习，这是好事，就怕你是那种什么扶不起的那种阿斗，想让你学你自己不肯学，那谁都没办法。好在是你有一颗上进的心，你愿意学，在这个基础上来，我是想让你知道苹果这个东西，我跟你哥有经验，还有鑫哥在这里啊，我们娘家人都在这里，他不会出多大的问题。你看我花牛卖了2年的花牛，就是一个好的证明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我们能把控住，所以让你卖，你多卖点，我放心的让你卖，你多卖点，你就可以多一份收入。说实在，你现在确实是比我们需要钱，就剩下1000多单了嘛，你就慢慢卖嘛。反正我们在这里也还要待这么多天，因为要打包发货呀，对不对？箱子下午就到了。那实在不行就这样，就是今天下午箱子不是会到吗？我就先一起打包，然后如果说打包完之后，因为大家买了果肯定想早点收到嘛，就早点争取早点让大家收到果子，吃到果子，然后大家看到就怎么说呢，让果子早点到大家手里。然后如果说明天还是让我来播的话，我就再继续播一下。行，我看一下，我再跟那个老板确定一下这个纸箱子是什么时候到。就像很多朋友们都知道，我是靠体力，我哥靠脑力，你们都靠脑力。但是可以说我打包装箱啊，我装箱封箱，那我可以说我顶那些，我不是说看不起那些，就是说那些大姐啊，那我绝对一个顶他们俩。就是你们男的嘛，手上有劲一些，尤其是抱箱子粘箱子。他现在找我这个就是箱子厂的老板找我要地址了，发个定位拖上来，从县城到这山顶上来，可能1个小时能上来，那也就是说2、3点能到。行，到了我们就先安排工人，就是我们多请点人嘛，安排工人给大家加急包。如果说确实缺人手，那就只能说让你跟伙伴帮我粘一下箱子了。如果不缺人手，你就还是干你的哦。我还是觉得我今天先打包，剩1000多单留给你一个人卖，有没有信心？你别跟我说没有，没有，没事，你能卖多少卖多少，剩下的我开半个小时1个小时扫个尾就没了。因为今年确实我们
来的晚了，没事，今年的话我们就总结经验嘛，明年希望没有口罩的原因，我们早点准备。反正现在就这里了，对，就这里了，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好几天了，托亲戚找关系也就这么多。刚刚把不懂的问题跟我嫂子都问了一遍了。现在那个什么优质果、金苹果，然后普通实惠装，我也已经都区分差不多了。我这次来，我说句实话，我心里的想法，其实怎么说呢？我就是来跟我哥我嫂子学习经验的，因为我之前我只是在家里卖一些农产品，那些东西。一来没量，二来呢，我也比较懂。但是你要想跑出来卖水果啊，然后这些东西，我就是一个小白。因为我哥他们卖花牛卖了2年了嘛，然后对苹果、对水果这些东西都懂，而且他们，这里跑那里跑，对很多东西，然后一些什么，人情世故啊这些东西都比我懂。所以我这次来，我想着，跟我嫂子，能帮他分担一点。然后给我哥他们能分担一点是一点，然后如果能拨一下，能赚点钱，当然是更好的。因为你像年底我肯定要到山上那边去，就是他那边不是一个瑶族嘛，然后去看腊肉，然后年底肯定是要卖腊肉的，因为瑶族那边的腊肉口味是真的很好。你像去年我一个人熏腊肉，那个是真的辛苦，半夜2、3点、3、4点我还在起火。你像今年3个孩子的，我还那样弄的话，家里有。我爸妈现在身体也1年，不如1年了嘛，而且3个孩子的我肯定，而且还有老婆，我心里想法就是这么个想法，我表达能力有时候也有点问题，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验。你像从打包啊、谈快递啊、纸箱啊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人去带，不然你像那个快递啊，然后订购的物料这些东西啊，随时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那种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人带的话，能把这些经验学到的话，能少走很多弯路。然后很多老朋友也看我嫂子的视频，跟我们的视频看了3、4年了啊，也知道我们一家人怎么说呢？我可以这样说一句，我们一家人比起很多朋友，可以来说，比起很多朋友的家庭，可以说强很多了。我所说的强，不是说什么其他方面，我所说的强，是说亲人之间的关系，不会去说大吵大闹。然后也不会去说有什么仇恨，一直都是在互帮互助。你像很多朋友一直说我拖累我父母，其实我父母怎么说呢？他们也是看到我现在压力大，然后也想帮我分担一点。我知道我欠我父母很多，也欠我哥跟我嫂子他们很多，但是我也会通过我自己尽我自己所能去回报他们，也不会说就是说让我父母就是说那白付出，也不能说让我哥我嫂子这样白帮我，是不是？反正怎么说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通过自己双手努力得来的，我觉得踏实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